是真没想到这督察处缺什么，我就想到恩师您缺什么。我给您啊订了一个美国的那个卡迪拉克 L， 就是美国总统那款。其实不知道合不合适。跟卧底中最懂人情世故的许忠义绝对是第一名。本是前脚刚抵达沈阳，他后脚就带着点心上门。像这种点心，这个月我们家送了100多盒，都让老鼠糟践了。师娘，我这个点心跟别人的不一样。此话一出，人精李维公立马心领神会，让妻子一定要把点心留着给自己吃。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许忠义的高招，其实点心不过是敲门砖。齐公子前脚刚到，后脚李维公就跑了过来。许忠义断定军统在这里一定有重要部署。眼下李维公既然已经收下礼物，那就表示还有商量的余地。在许忠义的旁敲侧击下，李维公也透露了一些内部消息。他的确是带着钥匙前来，上级计划在沈阳筹建军统东北行营督察处，一切由他这个一把手负责。一听这话，许忠义立马出招。我是真没想到这督察处缺什么，我就想到恩师您缺什么。我给您啊订了一个美国的那个卡迪拉克 L。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，汽车本身就是稀缺品，何况是美国总统同款，这也极大满足了李维公的虚荣心。随即李维公便表现出为难的神情。这个不合适吧？那我就谢谢你了。知道抗战这些年，老师我是穷疯了，穷怕了。沈阳一光复，于秀宁夫妇俩赚了一大笔。许忠义哪能听不出恩师的小心思？说白了，一辆凯迪拉克满足不了李维公，他既要又要还要。许忠义当即各种花式表忠心，他用糖衣炮弹将李维公轰炸的舒舒服服，当即就任命他为督察处总务科长，还交给他一个差事，那就是督察处的选址工作。同时他也不忘提醒，这份差事可是油水十足。随后便露出一个你懂的表情。可让李维公没想到的是，这是许忠义早就有所准备。他在衣冠街有处房产，足够作为督察处的办公大楼，而且周围交通便利，环境美观，最重要的是那里曾是日本人的产业，油水多到令人发指。可听后李维公却感到诧异，这日本人都跑了，哪还有油水？原来在这房子下面有一个地下室，里面存放着至少1000根金条。眼下这个秘密只有他和于秀宁夫妇知道，其他人根本不知。而且这些金条压根就没有记录，这也是几人送给李维公的第3份见面礼。这些金条该分配给谁？许忠义早已列好了名单，至于分多分少，那就由李维公自己决定。许忠义的人情世故一套有一套，李维公是彻底服气了。可他依旧十分慎重，当即把分配名单撕毁，还提出一个疑问：这份名单上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，怎么唯独少了齐公子？事实上不是许忠义几人不分，而是齐公子自视清高，一旦被他得知此事，怕是会直接上报，到时别说金条没了，指不定小命都要丢。李维公听后也就不再过问，但不得不说，李维公确实贪心。原以为这3招足够喂饱李维公，没想到他还时刻提醒许忠义不能让于秀宁多分多占。没有办法，许忠义只能出大招了。往后进出胡闹的父母，每一次都有一整份。什么数呢？有20万美金吧。巨大的金额让李维公直接变成了喷泉，他怎么都没想到，他搜刮了10几年的油水，还没有一次分红给的多。可喜悦过后却是恐惧，他深知一旦事情败露，那将是灭顶之灾。可许忠义接下来的话却显得他有些多虑。给你戴老板打过招呼了，戴老板也得站一站，而且还得站大了。眼见自己的大老板都上了船，但这艘搞钱战舰岂有沉船的道理？李维公当即夸赞许忠义，实则就算李维公不担心，许忠义也会将此事挑明，就是为了暗示李维公不要想着把自己当成船长，老老实实当乘客就行。不得不说，许忠义真是个天才，当个卧底不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还能让他们把自己当成财神爷一样供着。